別看這場採訪只持續了4個小時，卻成了當年最驚險的外交博弈。82歲美國第一毒舌帶着上百個尖銳問題登門，而中方卻絲毫不懼，不對採訪內容設限，任何問題都能問，哪怕是當時最受關注、最有爭議的案件和國防內容。美國毒舌記者華萊士原本準備了上百個連環追問，每一個問題都踩在雷區，結果萬萬沒想到，他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被一句反問堵得說不出話。如此懸殊的交鋒整整持續了近4小時。採訪結束後，這位毒舌記者對中國徹底改觀。麥克華萊士是美國 CBS 王牌節目60分鐘的主持人，在美國家喻戶曉，業內有句人人皆知的話：麥克華萊士來了，再擅長周旋的名人都會緊張。他採訪過7任美國總統、各國政壇大人物，提問步步緊逼，擅長用連環追問把人逼到兩難境地。早在1986年，他就專程來華專訪過鄧小平，對中國並不陌生。2000年8月15日，江澤民同志在北戴河正式接受華萊士獨家專訪。這件事當年在海內外引發巨大震動，所有人都覺得這場對話風險極高。彼時中美摩擦不斷，入世談判正到關鍵節點，南聯盟使館被炸，李文和間諜案接連發酵，美方媒體充斥大量片面負面言論，主動接待以尖銳提問聞名的美國記者，等於把話語權交到對方手裡，全程直面海外輿論最關心的敏感話題。華萊士為這次見面足足準備了上百個刁鑽問題，整場訪談持續近4個小時，雙方一問一答，來回88個回合，全程沒有回避任何爭議話題。採訪剛進入核心環節，華萊士拋出李文和案相關提問，還特意暗示這道題很難作答。他自認為中方高層大概率會回避或者模糊回應這個問題，可江同志沒有半點躲閃，直接用英語回應：這件事對我並不難，難的只是你的主觀感受。話音落下，他順勢反問華萊士：那你怎麼看待這件事？原本步步緊逼的採訪者瞬間卡殼，一時接不上話。錄制鏡頭清清楚楚拍下這段停頓。後續節目播出時，節目組特意配上話外音感慨：這一刻最適合轉換話題，只靠一句反問就扭轉全場攻守，只是整場交鋒的縮影。華萊士還接連拋出多重棘手議題：美國導彈防禦系統、兩國制度差異、人權爭議、網絡管控、國內反腐等等，每一個都是當時輿論焦點。面對連環拷問，江同志全程從容坦誠，不回避矛盾，也不生硬反駁，借用詩句形容中美關係，清晰講明我國核政策、發展道路、治理思路，把中國真實的發展現狀與立場完整傳遞給美國普通觀眾。華萊士原本帶着預設偏見而來，整場採訪結束後態度徹底改觀。這場持續近4小時的面對面交鋒裡，還有更多尖銳提問與精彩回應。江主席是如何一一從容化解？由於時長原因，本期視頻分為上下2集，點擊頭像進入主頁，下集繼續為您分析這場影響中美輿論的經典對話。